嘿，歡迎收聽今天的第四度空間。我問你哦，你有沒有曾經遇到一些超衰的事情，然後看着天空大喊天哪，為什麼是我？或者是問上帝，上帝啊，我這麼痛苦的時候，你到底在哪裡？拜託，絕對有啊！而且我跟你說，只要你問過這個問題，恭喜你，你已經走在約伯的腳步上了。沒錯，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聊的就是聖經智慧書裡的古代文學神作《約伯記》。它其實就是在極其深刻地探討人生最難解的謎題：為什麼無辜的人會受苦？但在我們切入今天的主題——基督徒關懷或教牧關懷之前，我們先幫大家快速前情提要一下這個故事，好不好？沒問題。《約伯記》的結構非常有畫面感，簡直就像是一部三幕劇。第一幕叫做天上法庭的序幕，這一幕超有劇情張力的。主角約伯是個完全正直、敬畏神的大好人，結果在一個神秘的天上會議裡，上帝竟然向撒旦指着約伯說：“你看我這僕人多棒！”結果撒旦不服氣，直接下戰帖。接着約伯的人生瞬間崩盤，他失去了所有的財富，10個孩子，最後連健康都沒了。真的超慘。但就在他一無所有的時候，他說出了整本聖經最經典的名言之一：“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。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”約伯記1章21節。哇，這心智真不是蓋的。真的。接着來到第二幕，叫做大辯論。約伯痛苦地坐在灰燼裡，他的3個好朋友跑來看他。他們先是陪他沉默了1個禮拜，然後就開始了超長的神學大辯論大賽。朋友們一口咬定，約伯你一定是有犯罪才會遭到這種報應。但約伯抵死不從，堅持自己是無辜的，甚至大喊他要直接跟上帝面對面質質。然後最高潮的第3幕來了，旋風中的神，上帝終於說話了，但他不是從一個溫柔的安慰室走出來，而是從一陣超震撼的大旋風中霸氣登場。最讓人傻眼的是，上帝從頭到尾都沒有跟約伯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，反而他向約伯展示了宇宙的浩瀚和他威嚴的大能。最後，約伯在上帝面前完全降服，進入了一種極其謙卑的信靠。哇，這故事真的後勁很強誒，而且提供大家2個超級重要的背景知識哦。第一，故事發生在一個叫做烏斯地的地方，這其實是在以色列之外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約伯記的功課是宇宙通用的，不管你是什麼國籍、什麼背景，全人類都適用。沒錯。第二，大家千萬不要以為約伯是個沒有情緒的完美塑膠人哦，他是個有血有肉的真漢子，他會表達極度的悲傷、真實的憤怒，甚至對神發出真誠的懷疑。這也帶出了約伯記在基督徒關懷中最重要的核心：信仰並不是沒有疑問，而是你有勇氣把這些疑問直接帶到神面前。他把我們的焦點從想要解開苦難的謎題，轉移到在苦難中找到神的同在。沒錯，所以帶着這個超棒的故事背景，今天我們要從約伯記裡挖出5堂超實用的陪伴課。大家筆記準備好了嗎？ Let's go！ 第一點，我覺得完全打臉現在的文化，就是哀哭的權利。這個我超有感。你不覺得現在有一種隱形的壓力嗎？就是你遇到麻煩，大家會圍過來說，你要有信心啦，你要往好處想，這都是神美好的旨意哦。對，簡直是正能量中毒。但你看看剛才說的約伯，他大叔根本沒在客氣的，他痛就是痛，直接咒詛自己出生的日子。但聖經竟然沒有說他這樣叫沒信心，反而認為這種把痛直接攤在神面前的態度，才是最真實的信仰。真的，所以对於我們在做關懷陪伴的人來說，這點必考。我們要給對方一個可以安全崩潰的空間。人家在哭，你不要急着塞一句聖經金句過去，想要馬上修好他的情緒。人家痛，就讓他好好痛一下。沒錯，這就帶出我們的第2點：
根本是約伯記裡的翻車現場，也就是約伯那3個雷隊友好朋友。哈哈哈哈！這3個朋友代表了傳統神學最容易踩的坑，就是販賣機神學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把人生當成自動販賣機，投好幣做好事就掉出好日子，投壞幣做壞事就遭到懲罰。對，所以他們看到約伯受苦，就覺得你一定是有偷做壞事，對不对？老實說，這種公式在講台上教起來很爽，但對一個正在受苦的無辜者來說，根本是2度傷害，直接變成檢討被害者。真的，所以在關懷的現場，我們真的要管好自己的嘴巴，忍住那種想幫悲劇找邏輯原因的衝動。有時候，最神聖、最正確的答案，其實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，但我會在這裡陪你。哇，這句真的很戳，這也連到第3點。約伯後來是不是受不了，直接噴他的朋友是叫人愁煩的安慰者？我覺得根本是好心被雷劈嘛。可是你看哦，他們一開始明明做得很棒啊，怎麼後來全變掉了？因為他們從陪伴者摇身一變，變成了上帝的辯護律師啊。當一個人覺得我必須要捍衛上帝的聲譽，或者我必須要證明我的神學是對的，遠大於我要關心眼前這個正在流淚的人的時候，關懷就徹底毀了。太經典了！真正的基督徒關懷絕對不是一場神學辯論大賽啦。當一個人已經遍體鱗傷，你還在那邊跟他大談上帝的主權，你是在傷口上撒鹽吧？大家記住一句黃金法則：先有同在，再來講道。Presence before preaching。沒錯，這就回到我們剛剛前情提要講到的第4點：順風中的神。上帝最後在順風中向約伯說話，有給他一張苦難解答說明書嗎？完全沒有。約伯到死都不知道天上發生過那場打賭。神給他的不是一個解釋，而是給了約伯他自己。這真的很讓人起雞皮疙瘩。神把焦點從問題轉移到了他自己身上，等於是在告訴約伯，我沒有要給你一張逃出迷宮的地圖，但我親自來陪你走這個迷宮。沒錯，所以在基督徒關懷裡，也這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。我們不是要幫對方找出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身上，而是陪伴他們慢慢去發現，在這場風暴中，誰與我同在。真正的醫治，往往是在那種超越理智與神真實相遇的瞬間發生的。真的。那說到這裡，整卷約伯記到底有沒有真正成功的關懷案例啊？有的。其實最棒的關懷就發生在第2幕的一開始。朋友們剛看到約伯的時候，因為看他極其痛苦，他們做了什麼？他們陪他坐在地上的灰燼裡7天7夜，一句話都沒說。沒錯，在基督徒關懷裡，沉默其實是一個超高級的工具，它不是冷場，也不是你搞砸了。懂那個感覺？其實牧者同工或弟兄姐妹能做最有恩膏的事情，常常就是陪着那個人坐在他生命的灰燼裡，不管是在冰冷的病房、空蕩蕩的家裡，還是在辦離婚的法院走廊上，什麼大道理都不用說，只要他在就好了。今天這一集真的很重磅，而且後勁超強。我們快速幫大家總結一下避雷針跟必考題，好不好？沒問題。首先，千萬別當雷隊友，別急着講邏輯抓戰犯，別忙着當神學律師幫上帝辯護，更別 say 那種你只要悔改，一切就會好起來的廉價解方。沒錯，相反的，我們要學會接納對方的真實面，明白有些苦難就是奧秘，容許他們向神發脾氣、哀哭，然後陪他們一起熬過那段黑夜。總結來說，最好的基督徒關懷就是帶着同理心，給他們一個絕對安全的空間，不再急着解開苦難的謎題，而是願意為了對方留在那個7天的沉默裡，成為他們身邊真實的同在。哇，今天真的學到很多，
下一次如果身邊有朋友正在經歷人生的低谷，也許我們不用急着想辭，只要成為那個陪他坐在灰燼裡的好朋友就夠了。沒錯，今天節目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身邊的基督徒朋友也想學習如何更合宜地陪伴他人，或者想從約伯記中汲取服事的智慧，請把這集分享給他們，讓我們一起在關懷的道路上成長。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哦，我們下次見啦！願那位在靜默中掌權的神與你同在，也加添你陪伴他人的心力。拜拜。